这一队有请。男嘉宾小钱22岁，来自湖北自主创业；女嘉宾小李24岁，来自湖北外企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你们哈！你还比他大2岁呢。啊，对。同年级是吗？嗯，对。为什么这么问呢？人家从高中就，是吧？高几在一起的？高考之后吧，两个人在一起的。考的是同一所学校吗？当初没有打算说一定要考同一所学校，然后后面是两个人成绩的水平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又无意间报了同一所学校哦，后面就是觉得挺有缘的，然后就在一起了。今天为什么来呀？我们俩之前的感情一直是特别好的啊，但就是因为半年前他跟他朋友去北京创业，因为这件事，就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就不太好了哦。因为，他现在被这个创业搞得特别不好，他生活特别不好，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没有了。所以我后来就劝他，我说你跟我一起回老家吧，我们去老家找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呢，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他非但不同意，还要跟我闹分手。干嘛呀？为什么要分手啊？他当初本来就说也是同意跟我一起，大学毕业之后就是说来北京创业的啊。他跟我来北京也这么长时间了，公司也干起来了。然后就说前一段时间他突然跟我提起来说他要帮我们公司去盯财务这一块啊，然后我就当时就比较尴尬啊，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太懂这一块，况且财务对我们公司来说又比较敏感。我告诉你，我做这件事我都是故意的，因为我不想在你们公司待了，我觉得你们公司是没有前途了。你看你现在在他们公司啊？不是，之前我是在他们公司啊，我是为了支持他创业啊，在他们公司什么事都干，只要能帮到他我就干。但是待了大半年了，又特别累，也没有给我1毛钱的工资嘛，都是在花我们2个人的积蓄嘛啊，所以我就自己出来工作了。哦，他当时就说跟我说他不想跟我一起干了嘛，我说可以，你好好跟我说都没问题。然后就是说他自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然后他帮我也投了一份简历，然后就特别让我比较尴尬，因为那天我刚好在公司开会，然后就说突然接到电话，让我什么时候去哪里面试。你想想，当时公司那么多同事在场，我就突然接到这么一个电话，你让我在公司怎么下台？我就是要逼你出来的呀，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特别不好。当时我们公司同事还以为我不想干了呢。我告诉你，我不仅是想我自己出来，我要把你也拉走，因为你在这个公司已经大半年了，你一点起色都没有。我觉得你在外面去找一个工作，积累一点社会经验，也比待在这个公司跟你们的创业团队。那你还是打心眼里就说不支持我创业，你就没有相信过我创业能成功，对不对？我哪有不支持你创业？我还不是跟你来了北京。当时我跟你说，你对创业有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准备？我们当时是做了完整的计划才决定来北京创业的，也去风云机构做了完整的风云报告。当时北京也有一家共投公司愿意给我们投钱。但是你看，这个半年过去了，公司有什么进步呢？你不仅花光了你身上所有的积蓄，还把你父母给你的钱都投到这家公司里面去了。他父母有给钱？对，后面他积蓄都快花完了，他老是说我不支持他创业，对不对？当初我还骗我的父母说，我来北京了，找了一家特别好的公司，我要好好干嘛？我要在这个公司附近呢租一个房子，这个房租是要年付的，所以我就骗他们，我瞒着他们把这2万块钱给他去支持他创业。哦，哎，你这个生活压力有多大？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怎么说呢？就说平常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可能就待在家里，我不敢出去了，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玩，我怕出去花钱。怕出去花钱？对对对。财务是很紧张吗？就比较手头没有多少钱，也不敢买点什么东西之类的。到什么程度啊？可能就是说仅够吃饭吧。这种交际你敢交际吗？当然，创业公司是不提倡交际的，也不会交际，敢吗？他在交际那方面是比我反正是在行的他经常会去请他的一些客户吃饭的但是有一件事我特别忍不了他就当时就是私自偷拿我卡。那次不是叫私自偷拿你的卡好不好？那次是因为我临时约我一个投资商吃饭，然后就是说我卡里没有多少钱了嘛，然后我总不能放人家鸽子吧，然后我就临时拿了他的卡出去了，因为时间太紧急就没来得及告诉他。
但是我是觉得他在没有提前跟我打招呼的情况下，他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去用，那不叫偷叫什么呢？他就宁愿对他的客户好一点，也不愿尊重我一下，跟我解释一下。当时我收到那个客户发来短信，我真是急死了。我觉得，因为我认为我的卡是被盗刷的，他就……那你当时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卡是我拿的吗？对，你跟我说，你就说2秒钟你就挂电话了，后面还关机。那是因为我当时在跟客户谈事情啊，我总不可能说把客户晾在一边，然后在电话里慢慢跟你解释这件事吧。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还有吗？后面结果呢，他更加的变本加厉了，他居然把我过生日的礼物的那个包去送给一个陌生的女人。我承认那个包最开始我是买来准备就是说他生日那天给他做生日礼物的。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风投公司的一个经理，也是个女的，一起见个面吃个饭。然后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你第一次跟人家吃饭嘛，见面嘛，你又求人家帮忙，你空着手去总不太合适。然后我才把准备送给他的那个包给了那个女经理。我就觉得他这个行为特别不合适。但是之后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也有给你买其他的生日礼物，对吧？但是你想一下，你买这个生日礼物，你用心了吗？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在敷衍我，好不好？我觉得虽然说我之后送给你的礼物只是一个不值多少钱的香水，但是不管怎么说，礼物是虽然说不贵，但好歹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吧。那你就宁愿花大把的价钱去取悦陌生的一个女的，也不愿意好好经营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吗 ？OK， 这件事情咱们先到这儿好不好？双方的父母应该知道你们谈恋爱，对不对？知道。双方父母现在对你们这个处境是怎么个意见呢？其实我前一段时间还回去看望他父母了。哦，你还回他们家看过他父母？对，因为他父母操劳大半辈子了嘛，然后我也挺心疼他们的，我就去关心了一下他们。然后他们也向我表达了特别希望我男朋友回去，好好的去找个工作，待在他们身边，好好的生活。不希望他在北漂了，在外面再继续创业了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件事就做得更过分了，去我家跟我父母把我们俩结婚的事提出来。就说以我父母来压我，让我逼着我回去结婚，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我没有想要用他的父母来压他，因为我当初就跟他说好了，结婚这件事不用这么早提出来，我觉得没有必要。好，我再问啊，就你现在创业还有时间陪他吗？主持人，他有是有，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变了。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经常跟我说，哎，我们年轻人，出了社会工作呢。工作一定要大于生活，我们一定要有上进心。他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对，但是他现在给我的感觉不是工作大于生活，而是工作大于我，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嘛，我说你带我出去玩吧，他说他没空，然后我又求了他好几天，他就终于带我出去玩了。那我最后不是带你去泰山了吗？刚刚我们到泰山，刚刚到高铁站，他是自己打着高铁回去了。为什么？坐高铁回去了。因为当时我是在高铁上接到我那个合伙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北京的那个投资商，马上临时改变计划，他要来我们公司实地考察，那我不得赶紧回去陪着吗？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搞笑吧，他就一直把自己摆在特别关键的位置，好像没了他这个公司就不能正常运转一样。一个电话就把他叫回去了。你几个合伙人啊？我3个。那确实也离不开嘛，创业嘛。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公司前期这么重要的时候，还是我们投资商过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合伙人之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参与进去，而不是说陪着你去玩。现在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就是说我们刚签完投资协议，准备投。哎，这不就挺好了吗？看到希望了，这是在前进啊。我是觉得吧，就是当时他这件事给我的感受特别不好受。他走的时候就随便丢下一句话说，哎，你一个人在这玩2、3天回来，那我一个人能玩得舒心吗？你把一个女孩子丢在山里面，我前一段时间还看过新闻，一个女孩她爬山的时候掉下来摔死，你就不担心我在这里面发生什么意外吗？哎，我问问啊，今天来干嘛呀？就是觉得我男朋友，他因为创业的这个事情，特别固执，一直执迷不悟，然后这件事情就以前我们都好好的，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我们俩之间的感情生活了。我想各位老师劝一劝我男朋友，劝他什么？等他先在社会上先磨练，积累一点社会经验，再来考虑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就反对我来北京，到最后来北京之后，生活上各种小事跟我斤斤计较，到最后最过分的甚至是
他回家拿我父母拿结婚这件事来逼我，我觉得太过分了。那我就想问问男生，咱为什么创业？还是想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将来吧。给谁一个好将来？给他。将来是有了，他没了。好了，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创业这个事儿，我稍微有一点发言权啊，因为我创业了17年，开失败了3个公司，我开到第2个公司，就是追债的人，一直要逼到我爹妈的面前，过年到他都过不好，后来我爹妈要替我还钱，而且之后是一笔又一笔的替我还钱。我爹妈做点小生意，还算有钱，但还是一笔一笔的往里填，填到就全家人都已经接受不了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这件事情不能做，因为你会发现一个自由落体往下落的时候，再多钱贴进去是没有用的。我跟你说一件事，千万别嫁创业者，连我在内，我们这群人心里面，创业一定是重于家庭，重于爱情，终身不会改。第一天进入创业这件事情的人，他为什么创业？那个东西是他的梦想，是他这人生一定要去实现的东西。我第一次我输那么惨，半年之后我又开第2家公司，第2次输更惨。我在家里面写了2年网络小说，拿着网络小说赚的钱开第3家公司，继续输。我家里人不知道给我填了多少钱，1次的失败，我现在开第4个，永远不会改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去跟他奢望说你要爱我，要多过创业，没有可能性的。在创业者的面前，家人一定是牺牲品。嘴上有梦的人，心中是无家的。你可以选择要他，或者不要他。所以姑娘，我没有什么要说你的，也没有什么要说你的。真的，我很能理解你，小伙子，我特别能理解你。你身上发生的一切，就我曾经发生过的，你知道吗？多少人也是这么苦口婆心跟我说，你还是先到社会上去打工吧，赚个1、2年钱，知道怎么做老板，你才来弄这个。因为你不知道人力成本怎么管理，你不知道员工怎么管理，你不知道你怎么去招人，你不知道员工应该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怎么控制成本，甚至你不知道你的利润应该怎么算，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那时候我怎么说的？我就要做，我不相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我智商那么高，这个世界上比我笨的那么多的人都做成功了，为什么我成不了？我肯定能成，只要你相信我，只要你给我时间，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话，对吗？特别能理解，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选或者不选，就那么简单。好，谢谢陆琪老师的分享啊。我没有创业过，但是我对于陆琪老师今天已经走到这个地位上，但他愿意把自己当年失败的有多惨的事情在这儿这么坦诚的讲出来，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但我觉得你跟陆琪不一样我觉得陆琪老师是我见过许多呢，我认为非常聪明，而且有非常多商业点子的人才。我认为他想要追梦这件事情，我特别能理解他的那种输的不甘心。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在你身上没有看见这么强烈的一个我非得要创业成功，我非要如何的成就我的梦想这种热情。我感觉到的是一个，我直说，想要证明自己，不想被女友看不起，不想被爸妈看不起的一个大男孩，就这样。换言之，我觉得你想要创业成功，与其说是你在追梦，不如说你只是男性尊严一直以来得不到肯定跟证明，所以你想让他知道我可以，或者是让你身边的一些你在乎的人知道，怎么样？你们看不起我，我可以。只靠想要证明自己的一股劲儿，是成不了大事的。真正能成大事的人，除了要能耐得起失败之外，也要在我手上拥有的筹码里面，懂得怎么样开源节流、精打细算，还要有一个能力，就是能够先把麻烦事儿处理好，再去追求新鲜事儿。换言之，如果我很忙，我就把我爱的人丢一边；我要创业，我就把家给抛在一边；我现在要努力面对客户，所以我就把女友丢在山上。我认为这不叫本事，你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对吧？真正要证明自己，你可以既安内
又攘外，当然这不容易，但我觉得能够做到都摆平，都顾到，能够让女友也安心，让事业也有发展，才叫本事。对女孩，我想跟你说一个做女人很重要的事儿。其实你刚口口声声都是在替她着想，我不认为你是替她着想，我直说你在替你自己着想。你用你喜欢的方法去带她决定她的人生。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跟你交往了这么久，所以他变成一个更想证明自己自尊的男孩。你知道，有时候女人给男人提建议最大的麻烦就是，也许我们真的是对的，但我们表达的方法错了，对方不但不会感激你，还会恨你。有时候就算我们讲的是对的，如果你做的方法不够漂亮、不够技巧、不够顾到他脆弱的玻璃心，那么就算你是对的，你也会让整件事情他会更反弹，更想证明他可以，更不想跟你结婚，更不肯回老家，要不然他多没面子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他成为有一天一个让你有肩膀可以靠的男人，不管是他还是别人，我都一定要说，你只能挺他，相信他，用更技巧的方法鼓励他，才能让他成为一个男人。只有一个真心被他的女人信任的男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男人。这是女人该学的智慧。好，谢谢寇老师啊。昨天晚上来天津之前，刚刚见完的投资人，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特别有意思。他在8年前投了一个电商，是夫妻俩，做得挺大的。就在去年，他们俩离了婚，然后离了婚之后呢，这个男人呢，用所有的家当换取了一个儿子的抚养权，又一无所有。这男人想一雪前耻，又找了当年投他的这个投资人，很有名这投资人。本来他不想投他，但因为一直以来他这个投资人还算是比较靠谱，他不是投了就不管了，他投了以后是一起共同成长的，帮他找资源，帮他合作。所以呢，一半因为基于他当年创业的能力，一半基于当年的感情，他又投了他这个项目。这个男人带着儿子，就创业了将近有1年半，又给他做成了。去年刚刚盈利2000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一雪前耻的这个男人有没有获得胜利的快感？然后这个投资人说，我们作为投资人，我不管这些，我只看投资的成功与否。也许他有吧，但我就在想，为什么2个能够共苦的人最后不能同甘？为什么2个创业者创到最后分开，然后另外一个又想用创业的方式打败另外一方？我相信他内心应该是没有快感。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要割舍，但这没有办法。取舍没有问题，但不要因为让自己欲望的野心蒙蔽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那就有点可惜了。你之所以要走，是你认为那个事业不是你的事业，是他的事业，所以你才想走。而他之所以选择事业，是因为这是我的事业，不是你的事业。你们是各创各的业。2个人从最开始认识，情投意合的谈恋爱，到志同道合的走向婚姻，以至于到了60、70岁之后共同面对死亡，这是个创业的过程。但因为这个业，这个家业是你们共同的业，你们才创得下去。但如果你们彼此认为这个业不是你的是我的，或者是你的不是我的，那这个业就一定创不下去。我高度赞同像寇乃馨所说的，你们都是在为自己打算。你们太年轻，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总是容易在欲望、情感当中迷失自我，很难走对方向。但是没有问题，还是那句话，把当下最真实的情感告诉对方。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你就陪着他创业；失败了，你给他填，继续借钱，对吧？成功了，也许他不会跟你一起分享，但你依然痴心向往。但如果你不愿意选，你想为自己打算，那就各选各路，就这样。陆琪老师，你创业路上你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创业路上最需要的还是勇气。
其实真的在我的创业路上，我说一句，除了我自己的勇气之外，你一定会拖累人啊！太多人的牺牲，你除了要有很大的勇气，你还得能忍心看着那么多人为你牺牲。其实我特别爱他，我不想。那你跟他走啊？不是，我不想他经历过那些痛苦的经历。你到底为什么创业？可能跟刚刚说的也差不多吧，就是说想证明一下自己。跟谁证明自己？可能还是跟他吧。哎，这小子有用吗？我们俩在一起，确实关系挺亲密的。我觉得他不是你就直接告诉我这小子行吗？棒吗？他可以，他办事特别靠谱。这才毕业没创多久就有投资了，就好多人做也做不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对，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他可能不知道做这些事情，他都知道，他还是对这个事情还是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一些啊，就是说要有智慧一点吧，这是方面。哦，这话你以前跟他说过吗？没有。为什么不说？因为我觉得我夸他会自满，他就是特别容易自满。我跟你说，这个时代一定是骄傲使人进步的时代。翻回头你把它放到一个家庭关系里来说，就是你就要鼓励他，因为没有人鼓励他。你要想清楚这件事，但是你不愿意鼓励，你可以跑啊。听明白了吗，姑娘？别为一个人的肯定创业，那个太累了。我就是看他们心疼，你知道吧？但是我挺想让他们去创的，你知道吧？多有意思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燃烧热血，做好多有意义的事情，这个特别棒。但是你别弄到最后，我觉得反正你要弄到最后六亲不认这件事儿成了也没什么意思。看看你能不能摆得平。还有60秒的时间啊！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着吧，我们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我们俩感情一直都很好。到现在来北京这大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创业的这个事，一直说闹得不愉快。我觉得我们俩都应该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吧。其实我觉得我们6年的感情，我特别重视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觉得可能是自己有点过于心急，给了你太多的压力。我还是特别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就是不要轻易的把分手这2个字说出来。我觉得我们俩都是需要好好考虑考虑的。没了，还请亮灯啊！哎，谢谢2位，请回啊！哎，6年的感情啊！其实我当时有那么一丝想狠下心来，但是说看到他眼里那个泪水，可能有一点舍不得了。因为我们更加注重家庭，更加注重人和人，尤其是亲人之间那种关系的时候，把内心柔弱的东西多跟对方说说。尤其你那么懒，你跟他说说，女生她也好安慰你。因为如果你们今天做出这个选择的话，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困难时期里面，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们自己。所以抓紧手，互相温暖彼此，不要再给对方冰冷了，好吗？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来吧，2位，我们见证属于你们的浪漫。各位，请见证。嫁给我。我愿意。亮灯吧，来拿着吧，送给你们，好好的啊，加油，请回，谢谢你们。